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是学生，你现在学习的专业以后还会有吗？或者你已经上班了，你大学时学的专业还有吗？最近，中国的一所著名大学——中国传媒大学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很多人吃惊。学校突然宣布要砍掉16个本科专业。在这些专业里，不仅有翻译、小语种，甚至还有这个大学最厉害的、全国排名靠前的漫画专业和摄影专业。很多人都在网上问：天哪，这些专业消失了，是不是因为 AI 太厉害了？以后我们是不是都不用学习这些了？还是说这些专业真的没用了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当 AI 抢走我们的专业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学校的事情，但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数据显示，在过去的5年里，有5345个专业被取消，平均下来，每天都有3个专业在消失。听到这个数字，很多人会焦虑，会不安。其实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，如果有一个东西每天都在消失，那说明问题可能不是 AI， 而是整个世界都在变。为什么这些专业会被砍掉呢？以前一个专业的消失是因为没有人想学，现在是因为 AI 做得太好了。我们拿翻译专业来举个例子，现在 AI 翻译准确率已经达到了 98.3%。很多公司的合同、说明书直接交给 AI 翻译就可以了，根本不需要人工修改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，以前有200个翻译，现在只剩下50个了。如果你正在读翻译专业，你肯定要担心自己的未来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变化。以前我们觉得翻译是语言能力，但是现在它却越来越像一种工具能力。也就是说，未来真正有价值的，可能不是你会不会翻译，而是你能不能用翻译这个能力去解决更复杂的问题。再说说摄影和漫画，现在很多学校画画的学生有一些毕业发现设计是用 AI 画的，摄影师也发现了 AI 可以处理照片，生成视频，甚至可以代替真人演电影。所以很多人开始害怕，如果 AI 都能做得比我好，比我快，那我读大学有什么用呢？这里我想给你一个不太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问题。AI 是取代我们，还是帮助我们变得更有效率？从电脑到手机再到 AI， 每一次的变化都会替代一部分人的工作，但同时它也在创造
新的工作。只是现在的 AI 变化太快，所以让我们更容易焦虑。但是大家先别担心，中国传媒大学的校长说了一句话，这不是砍掉，而是关停并转。什么是关停并转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把旧的专业关掉，或者把它们变成新的、更有竞争力的专业。比如摄影专业虽然没有了，但它并不是真的消失了，而是合并到了一个更大的专业，叫做摄影影视与创作。而且学校还增加了一个新专业，叫智能艺术设计。这个新专业做什么？它不仅教你拍照，还教你如何用 AI 来做艺术。所以你看，并不是摄影师不要了，而是只会拍照的摄影师不要了。未来的时代是人机分工的时代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和 AI 一起工作。如果你只会基础的技能， AI 就能变成你的竞争对手。但如果你学会了使用 AI 就能变成你的助手，帮你把工作做得更好。那么，面对这种变化，我们学生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看看南京大学的做法。南京大学没有砍掉专业，而是给所有的学生都开了 AI 的课程。不管你是学中文的，还是学数学的，你都要学习如何使用 AI。就好像30多年前大家都要学习怎么用电脑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未来的一个基本能力可能不是你学什么专业，而是你会不会用工具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。除此之外，大家不要忘了 AI 它有做不到的事情哦。虽然 AI 算得快，画得快，但是它没有共情力，也没有判断力。它可以翻译一段话，但它不知道这段话背后的情感。它也可以画一张图，但它不知道这张图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。所以大学到底该教什么？中国传媒大学的校长给出了一个很清楚的回答。如果大学只教技能，技能很快就会过期。但如果大学教你如何思考，如何判断，这些能力就很难被 AI 取代。正在听节目的你，担心自己的专业吗？确实 ，AI 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。就像我做这个频道，如果没有 AI 的帮助，我一个人其实很难完成这么多的内容。是 AI 帮我提高了效率，比如做字幕、整理结构，让你们更容易理解。所以对我来说 ，AI 不是替代我，而是把我的特点放大了，也让你们能够享受我想分享的内容，不是吗？我们不要把 AI 当成敌人，我们应该试着去了解它，使用它。当你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使用它，你会发现
它其实是在帮助你成长。感谢收听今天的播客。你对大学砍掉专业这件事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Coach天，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。我们下期再见。